浪漫主义作曲家的心中总有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那就是贝多芬。尤其是在奏鸣曲这个主战场上，难以走出贝多芬的阴影。奏鸣曲是器乐作品的最高形式之一，但这种题材似乎被古典主义的魔咒所框定。肖邦也好，舒曼也好，都常常被学者吐槽不会写奏鸣曲，和贝多芬不在一个 level。直到这部作品的出现，贝多芬的地位才有所撼动。这就是李斯特的 B 小调奏鸣曲。大家好，我是贺有生的小狮子林鹤。贺有生将持续输出有观点的音乐科普与赏析。今天我们就来填坑导赏这部李斯特最重要的钢琴作品。B 小调奏鸣曲作于1852到1853年，献给舒曼。这是李斯特成熟时期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乐的巅峰之作。它独具突破的地方在于，整首奏鸣曲只有一个乐章，一气呵成。在这个唯一的乐章中，李斯特用浪漫主义的音乐语言，真正的在奏鸣曲这个主战场上前进了一步，利用了奏鸣曲式的精妙结构，展现了音乐的智性与复杂，让全曲拥有了自由、深刻又富有哲理的交响诗的特质，真是做到了既要又要还要。本期视频和其他赏析李 B 的内容不同，我们从可视化的分析出发，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这部作品，并试图回答它为什么是李斯特的封神之作，它为什么是浪漫主义真正成功的奏鸣曲呢？以及它是否超越了贝多芬。B 小调奏鸣曲基于5个主题展开，我们就先从认识这5个主题开始。最开始出现的是主题 A。它由下行音阶构成，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带着神秘的力量。这个主题包含了不协和的因素，例如这里的三全音和增二度让人感到紧张，唤起深思。这里我把它称为沉思主题，用红色来标记。主题 A 结束，这个相同的音衔接到了主题 B。忽然，贝多芬克里奥兰序曲开篇的英雄感出现。李斯特用了和贝多芬类似的听感，强有力的8度跳进。又回落，收尾于3连音型，充满了刚毅和冲突感。我们这里称之为斗争主题，用绿色来表示。主题 B 的最后一个音又衔接到了主题 C。同音反复是主题 C 的特征，有一种很明显的锤击感，带有一种挑衅感、攻击性，有一种恶魔敲门入侵的感觉。我们这里称之为魔鬼主题，用蓝色来表示。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在这里出现了主题 D。这个主题听起来很明亮虔诚，它是被李斯特认证过的，有着神性，可以称为十字架主题。这里我们用黄色来表示。最后的一个主题 E 非常的重要，这里我留个悬念，后面来讲。我先用紫色色块表示。这首曲子的主题赏析的内容很多，这里我还推荐贺有生未来的合作伙伴 UP 主 CC 弹琴做的视频，CC 老师也将和我们一起合作推出钢琴音乐的课程，请大家期待。整首曲子就是由5个主题变形而来，贯穿全曲。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分析一下这些色块所代替的主题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直观来看，你能发现什么呢？是不是这些彩色色块都是混合在一起的，似乎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色块都是从头延续到尾，这就意味着这首奏鸣曲的主题是绵延不绝的，向前流动着的。如果你随着全曲认真追踪其中一个主题，你就会发现它的音乐性格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这就是在进行主题变形 （thematic transformation）。我们来看主题变形是怎么进行的。前面听到的这个主题 ABC 的依次出场是乐曲的影子，长长的影子之后，
城市部的主部出现，音乐一下子就燃烧了起来。这里右手是主题 B 斗争的变形，左手是主题 C 魔鬼的变形。可以说啊，一进入这首奏鸣曲的大厅，我们就看到了和魔鬼大战300回合的音乐画面。到这里123小节，主题 B 从斗争的形象秒变甜美小清新风。在大调上，李斯特写下了表情记号 Dolce con grazia， 带着感恩的甜美，呈现出了这股斗争力量的反面。乐曲进行到153小节，主题 C 竟然也变得明亮了起来，也是到了大调上。表情记号是 Cantando Espressivo， 有感情的歌唱。主题 C 魔鬼也换装成了天使，唱起了深情的歌。进行到这里，魔鬼主题依然以天使般的形象出现，有着更丰富的流动肢体。而紧接着回应天使的歌声，当然是温暖而包容、崇拜而感恩的旋律。这又是主题 B 的变形，斗争的反面。虽然我不主张用确定的情节来解释音乐，但这种主题在不同情绪下的呈现，的确塑造了一种叙事感。甚至你可以想象，这是一部电影，从最开始主题 ABC 依次出现，到与魔鬼抗争，而后魔鬼变天使，斗争变感恩，很有一种电影 BGM 随着剧情不断变换的感觉，是吧？快速跳到结尾，这里出现了和最开始完全对称的主题顺序 CBA。当我们以为故事的结局会像是像贝多芬一样冲破黑暗获得光明时，魔鬼敲门的声音又在另一个转角处响起。主题 C 后再次出现主题 B。这时斗争主题似乎有点疲惫，然后全曲回归到沉思主题 A。不过这里除了下行音型之外，还有上行音，与原来的动机对称，多了一种升华般的神性，引人深思。李斯特 B 小调奏鸣曲的哲思性也就体现了出来，一个主题可以变形为魔鬼与天使，另一个主题可以既是斗争的怒火，也是感恩的崇拜，它们既矛盾又统一，揭示了如黑格尔哲学中的正反合的辩证思想，也同时塑造出了一种史诗般的气势和叙事感，一气呵成。相比较于传统的奏鸣曲，李 B 有更加显著的主题变形的特征，以及更自由的单乐章结构，呈现了一种流动的戏剧性的叙事的感觉，可以说是钢琴上的交响诗。但是它的名字毕竟是奏鸣曲，交响诗的特质并不会取代它奏鸣曲的本质。更确切的说，这首曲子既要交响诗，又要奏鸣曲，甚至还要奏鸣曲式。我们来看李斯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奏鸣曲通常有3到4个乐章，构成快慢快的布局。通常每一个乐章的主题和音乐气质都不相同，而交响诗则有更统一延续的主题，通过变形构建起来的一种绵延的叙事感。李斯特将这2种形式进行了融合。在这个主题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乐曲前面的部分有4个主题在相爱相杀，是交响诗式的主题变形。然
后到这里画风突变，整首曲子的速度变慢了。呈现了 andante sostenuto 绵延的行板。沉静而安详，这种听感给你一种什么暗示呢？是不是就像一个乐章结束了，然后进入一个新的慢乐章呢？是的，这里乐曲进行到了快1/3了，才出现了主题 E。这个主题有种黑暗的火焰燃烧之后洒下了圣光的感觉，是一种释放，是在被救赎。这里我们称之为救赎主题。由于这个新主题 E 的出现，乐曲有了乐章的画风感觉，勾勒出了快慢快这个典型的奏鸣曲乐章轮廓。同时，这个新角色的出现也很符合交响诗的叙事感。接下来就到了和贝多芬对决的主战场了，奏鸣曲式。古典主义的奏鸣曲核心就在于运用了奏鸣曲式，尤其是在第一乐章。但奏鸣曲式似乎和浪漫派作曲家有一点隔阂，很多作曲家都拿捏不好奏鸣曲式，比如舒伯特的奏鸣曲从曲式学上来说总是有一点不完美。这个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视频来吐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扣一。那么李斯特的 B 小调奏鸣曲的奏鸣曲式体现在哪里呢？它是单乐章的，所以奏鸣曲式就体现在了全曲，也就是说这首曲子的奏鸣曲和奏鸣曲式的结构完全重合了，这就是李泌写的最精彩的地方。但有点学术，我尽量用通俗的语言和图示来给大家解释。奏鸣曲式大致可以分为呈示部、发展部和再现部。呈示部呈现主题，而发展部通常是通过不断的转调发展呈示部的主题。最开始在海顿时期发展部通常比较短小，甚至只有几个小节，然后马上就进入了再现部。到贝多芬这里发展部的篇幅变得非常的长，这样呈示部的主题就可以被充分的发展，挖掘了音乐的可能性。在发展部快要结束的时候，通常会有个高潮，引出再现部，再现呈示部的主题。在李斯特的 B 小调奏鸣曲这里，发展部居然比贝多芬还要充分，他做了一些精妙的设计。我们刚才听到的各种主题变形都还在呈示部。我们继续听，就会发现主题间的纠缠还在继续。到这里，呈示部都接近尾声了，主题却一直都还在发展，完全没有像传统的呈示部的结尾要停下来的意思，以至于对听惯了奏鸣曲的资深乐迷来说，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呈示部还是已经到发展部了。要知道一般奏鸣曲呈示部和发展部之间都有明显的终止，而李斯特打破了这个规则，继续踩油门往下冲，曲式会继续蓄能，直到达到第一个音乐高潮。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在奏鸣曲维度上的第一乐章真真切切的高潮。第一乐章之后，在这里出现新的主题 E， 引出了第二乐章。但注意在奏鸣曲式的维度上，这里都还属于发展部。行板的抒情部分之后，主题变形到了副歌段落，同时带有谐谑曲的风格。这里可以划为第三乐章，完成了第二乐章和第四乐章的过渡，也同时致敬了巴赫和贝多芬。这个副歌段落也是由主题 B 和主题 C 融合而来的，很容易让人以为到了再现部，实际上这里是伪再现部，真正的再现部还在后面的第四乐章。
这样在奏鸣曲式的维度下，这个发展部既包含了奏鸣曲维度下的第一乐章的高潮和结尾，也包括了第二、第三乐章。自从贝多芬以来，没有人能在奏鸣曲式这个赛道上和他一较高下。但李斯特不仅站稳了脚，还在发展部的创新上走出了全新的一步棋。从此，发展部不仅仅是在发展动机，还可以衍生出新的乐章和情绪。奏鸣曲式再也不是单乐章范围内的格式，而是全曲的思维。浪漫主义的特质在李斯特不拘一格的新的发展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有个点很值得单独说，在兼顾奏鸣曲和奏鸣曲式的两个维度的过程中，乐曲高潮的设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奏鸣曲式的维度的高潮并没有出现在通常古典主义式的发展部的结尾，而是前移到了发展部中间，这样留足了空间给后面最终的浪漫主义式的第二个大高潮蓄能。这个高潮是在全曲的尾声里出现了，而这在奏鸣曲维度下的位置是，对了，第四乐章。至此两个大高潮的布局制造出了乐曲跌宕起伏的情绪，也恰如其分了诠释了奏鸣曲首尾快乐章要燃要嗨的听觉习惯，完满的发挥了奏鸣曲的内涵。古典主义奏鸣曲讲究的是克制、平衡，而浪漫主义的本质则是表现人的七情六欲，所以时而柔美细腻，时而悠长歌唱，时而高潮迭起。某种意义上来说，浪漫主义精神与古典式的平衡是背道而驰的。这又是为什么诸多浪漫主义作曲家写的奏鸣曲总是有点拧巴，因为张扬的情感常常一用力过度就破坏了平衡性，他们的理性驾驭不了浪漫主义式的感性。而李斯特则以发展部为突破口，把浪漫主义的多情感的碰撞巧妙地设计在了发展部这个本来就要发展的部分，让音乐恣意的生长，也把交响诗的叙事性和绵延的主题变形运用在了奏鸣曲中。他还以多乐章多情节的思维重新审视了主题和高潮的分布。这样一来浪漫主义高能量的情感的爆发就被李斯特的新型奏鸣曲式给 hold 住了，感性和理性终于达到了平衡。在此，交响诗、奏鸣曲、奏鸣曲式三者合一，达到了高度的协调和统一，完成了这首既要又要还要的作品。我不敢说他超越了钢琴奏鸣曲的高峰贝多芬，但李斯特的的确确给奏鸣曲插上了交响诗式这双浪漫的翅膀，真正创造出了属于浪漫主义的奏鸣曲。光凭这一点就可以与贝多芬比肩，成为一首封神之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历来有那么多钢琴家演奏 B 小调，那么多音乐学家研究 B 小调，那么多乐迷谈论 B 小调的原因了。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尾声了。最近贺有生还推出了新课，不止乐理名曲中的新知，也是一边听重要的音乐作品，一边获得音乐的新知，提高乐感。欢迎大家在下方的链接报名。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也不要忘了给我们一键赏脸我是贺有生的林克，我们下期再见。